在一个阴雨连绵的夜晚，一名男子心急火燎地行驶在一条漆黑的道路上。他的母亲刚刚去世，心情沉重的他准备前往殡仪馆见母亲最后一面。他叫高建祥，是一名刑警，平日里非常忙，同事的电话一个接一个的打过来，紧跟着妻子也打来了催促的电话。高建祥只好加快了车速。就在这时，一条小狗突然窜到了马路中央，高建祥为了避让小狗，猛打方向盘，不料下一秒车头直直撞倒了一名路人。高建祥吓得够呛，急忙下车查看，发现路人已经领了盒饭，就连假眼珠子都被撞了出来。警察开车撞死人，这完全可以上热搜了。突如其来的横祸让高建祥不知所措。这时，远处巡逻的警车渐渐靠近，慌乱之余，高建祥连忙将尸体塞入路边的垃圾堆里隐藏起来。万幸的是，警车没有下车查看就离开了。警察一走，高建祥连忙将尸体塞进了后备箱，准备带回去处理掉。临走时还不忘捡起掉落在地上的假眼，以便不留下证据。没走多远，他就遇到一群查酒驾的交警。通过挡风玻璃上的裂痕，交警看出车辆有问题，眼看着对方就要检查自己的后备箱，高建祥赶紧上前阻止，并亮出警察的身份。交警一看是同行，就没有过多追究，放他离去。直到深夜，高建祥才身心俱疲地赶到殡仪馆和母亲告别。亲朋好友都已经离去，只剩下妻女留在这里等着他。按照当地的习俗，母亲去世，儿子要亲自为棺材钉上钉子，视为封棺。一旁的老道长也在焦急地催促着。刚封完棺材的高建祥一抬头就看到墙上有一个通风管道，那是这里跟外界连接的唯一通道。高建祥灵机一动，想到了一个藏匿尸体的妙招。在打发走妻女和老道长后，便开始行动。他先是用女儿的遥控娃娃绑上绳子，扔进管道里，启动娃娃后，娃娃会往前爬行，然后出去外面，将绳子另一头绑在尸体上，然后迅速返回停尸房。在这段时间里，高建祥火速全程用气球遮住监控，然后踩着母亲的棺材，遥控着娃娃，将尸体那边的绳子牵引了过来。抓到绳子后，高建祥努力将尸体拉出，他费尽九牛二虎之力，才将尸体放入母亲的棺材，并重新钉好。整个过程惊险刺激。此时保安也发现了监控的问题，于是派人前去查看。就在高建祥准备松了一口气的时候，棺材里突然响起了手机铃声。高建祥瞬间慌了，原来刚才忘记把尸体上的手机拿出来了。工作人员听到声响，朝着停尸房这边赶来。情急之下，高建祥趴在棺材上，哭泣着请求母亲的在天之灵帮帮自己。好在铃声停止后，工作人员才进来，没有发现异样就离开了。高建祥这才松了口气。第二天，棺材下葬，6个抬棺的小伙面红耳赤，他们都很奇怪，怎么这个老太太这么重？也许是心中有愧，葬礼上的高建祥哭成了泪人。一旁的老道士感慨道：“他真是个大孝子啊！”可等到仪式结束后，他又跟个没事人一样抽起了香烟。随着棺材入土，他一颗悬浮的心总算落了下来。下一步就是为撞坏的挡风玻璃找借口。这个男人简直不要命了，他踩足油门朝警车撞去，警车飞出去老远。接着，男人亮出自己的警官证，开始训斥面前2个巡警不应该随便把车停在路边。2个小警察哪敢造次，只能点头认错。这下高建祥就有正当理由解释牵挡风玻璃的事儿了。处理完一切的高建祥神清气爽，刚回到警局，领导就召开了研讨会。原来局里接到了一个大案子，有个国际贩毒组织在他们的地盘活动。高建祥随意翻看图片时，竟然发现了一个熟人，瞬间傻眼了。原来那天晚上被他撞死的路人，就是他们今天要抓的毒贩头目。由于这次是跟国际刑警一起合作，所以上级很重视。可人都被他撞死了，这可怎么办呢？高建祥满脑子想的都是如何处理这件事情。警方很快就锁定了毒贩头目的藏匿地点，就在一个废弃修理厂。随后布置人手前去抓捕。高建祥心不在焉，要不是队友提醒他，他估计枪都懒得拔，因为只有他知道毒贩现在正躺在棺材里。这次的行动理所当然的扑了个空。四处闲逛的高建祥意外撞见了事发当晚的那条小狗，他跟着小狗跑了出去。来到马路上，眼前的景象无比眼熟，地上还留有一条长长的刹车痕迹，这不就是自己那晚撞死人的地方吗？感情就在毒贩家门口。高建祥的内心感到深深的不安。这时驶来了一辆警车，走下来一个警察，他说刚才接到报案，有人举报说前天晚上这里发生过车祸，肇事者还将尸体放进后备箱逃走了。高建祥一听这话，说的不就是自己吗？现场的路灯有个监控，负责调查这件案子的恰好是自己的同事刘浩。刘浩在回放监控，一旁观看的高建祥心已经提到了嗓子眼。好在监控分辨率比较模糊，自己的车牌没有被看出来。本以为逃过一劫的高建祥，隔天却接到了一个神秘电话，对方直截了当地告诉高建祥自己看见过他撞死人的场景。高建祥心乱如麻，他干脆挂掉了电话，可对方却打通了他的手机。高建祥突然意识到
打电话的人可能就在附近。果然，一番搜寻后，高建祥发现，在公用电话亭处，一名白色的西装男很可疑。对方一看到高建祥，就乘坐出租车离开。高建祥立刻骑上摩托车追了上去。奇怪的是，那人转了一圈，又回到了警局。高建祥将他堵住，两人扭打在一起。这时，高建祥的上司站出来阻止。从上司的口中得知，这个西装男名叫陈昌明，也是个警察，还是警察的总署长。高建祥一脸懵逼，他不明白为什么陈昌明知道他撞死人的事。为了搞清楚状况，高建祥找到陈昌明对峙。陈昌明说话很直白，只要把毒贩头目的尸体交给他，就能平安无事，不要把简单的事情弄得复杂。面对陈昌明的威胁，高建祥坚称自己没有撞人。没谈拢的两人选择用拳头解决问题。高建祥虽然能打，但身上却没有陈昌明的股狠劲。陈昌明一个过肩摔，将他狠狠摔在地上。在呛了几口凉水后，高建祥被打服了。陈昌明再三告诫高建祥，把毒贩头目的尸体准备好，不然就没有好果子吃。说完就哼着笑去离开。高建祥不明白陈昌明为什么非要那具尸体，这其中肯定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。为了一探究竟，他连夜把母亲的坟给挖了，将头目的尸体刨出来检查，结果找到一部手机和假眼，把假眼扔到一边去，又发现头目的胸口有几处枪伤。他突然意识到，毒贩极有可能是他撞车之前就已经中弹了，这也是为什么陈昌明能目睹全过程的原因。通过头目的手机通话记录，高建祥很快查到了他的同伙。有枪的就是大爷，这个毒贩抄起棍棒想正面刚，结果枪一掏出来，他立马怂了。进行一番审问，毒贩将事情的真相和盘托出。原来陈昌明一直靠着毒贩头目的情报扫平吉隆坡的所有毒品，又利用职务之便联合当地的夜总会老大金永德，借着销毁毒品的名义将毒品回收起来，转手又卖出去，周而复始，赚得盆满钵满。后来金永德突然被中国警方盯上，为了不让自己的身份暴露，陈昌明残忍地将金永德灭口。一人独大的他又准备将毒贩头目除掉，结果头目听到风声连夜逃路，临走前还偷走了金库钥匙，这也是陈昌明极力寻找头目尸体的原因。案发当晚，陈昌明开枪打伤了头目，谁料头目用最后一口气跑到马路上，意外被避让小狗的高建祥撞死，还将尸体给带走了。高建祥也无意中成了背锅侠。据毒贩交代，金库钥匙很可能在沙爹的身上，沙爹就是毒贩头目生前养的那条狗。于是高建祥重新回来头目的住处，找到了那条狗。一番搜寻，并没有找到钥匙，只找到一张卡片，上面还有一串数字，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。就在高建祥陷入疑惑之时，一道强光照射了过来，同时刘浩找到了这里。原来刘浩已经查到了那晚肇事车辆的车牌号，正是高建祥的那辆。出于兄弟情，他把这件事隐瞒了下来。事到如今，高建祥也摊牌了，不装了，将自己在调查陈昌明的事情和盘托出。就在这时，陈昌明打了一通电话，让高建祥下车，往前走20步。高建祥虽然不明白对方在搞什么鬼，但还是照做了。结果身后传来一声巨响，一辆公交车从天而降，砸在小车上，刘浩当场死亡。高建祥惊魂未定，陈昌明一边打着电话，一边走进了高建祥的家门。电话那头传来女儿的声音，陈昌明再次威胁他把头目的尸体交出来，不要把简单的事情弄得复杂了。高建祥心急如焚，马不停蹄地赶回家里，结果发现妻女平安无事。显然陈昌明这是给高建祥一个下马威。思来想去，高建祥决定自首了。他将护照交给妻子，让妻子带着女儿远走高飞。但陈昌明又发来短信说，就算自首了，也不会放过他的家人，并让他明天准备好头目的尸体，在指定的地点见面。高建祥心想，与其坐以待毙，不如主动出击，来个挫骨扬灰。于是他连夜回到警局，拿走一些子弹和一颗炸弹。他将炸药装在头目的尸体当中。第二天，两人如约见面。高建祥将尸体搬到陈昌明车上，陈昌明心思缜密，不仅搜出了高建祥的枪支，还拿出金属探测器到处检测。高建祥很紧张，他担心陈昌明会发现那颗炸药。好在陈昌明没有查到，谁知这时陈昌明突然开枪。好在高建祥提前更换了枪支里的弹药，这次风险被他躲过了。陈昌明再说了一句，早交出来，你的好兄弟也不至于死的话之后，便开车扬长而去。刚开出没多远，高建祥就按下了引爆计时器。本以为大功告成的高建祥，没想到陈昌明居然好死不死的倒车回来了。高建祥的内心慌得一批，他一路往后退，直到退无可退。可他又不想被陈昌明看出来，再看了一下时间，强装镇定。陈昌明叫他把手给他，难道手里的引爆器被他发现了？就在他不知所措的时候，陈昌明一把抓住他的手，他特意回来夸奖高建祥：好兄弟，我们一定要合作一把，你很有才华，不要浪费自己的天赋。
说完还不忘送给他一个大大的吻。陈昌明前脚刚走，后脚炸药就爆了，车辆被炸进了水里。高建祥将准备好的弹炸上膛，直到水里彻底没了动静，他才满意的离开。解决掉陈昌明这个麻烦后，高建祥如释重负。回家之后，立马舒舒服服的泡了个澡，还打电话告诉妻子，明天就和他们会合。突然门铃响起，高建祥开门一看，大吃一惊：“你不是已经死了吗？”满身是血的陈昌明怒吼道：“他在湖里足足憋了6分钟才敢爬出来，怎么样，惊不惊喜，意不意外？”陈昌明将火气全都撒在了高建祥身上，高建祥被揍得很惨，打又打不过，逃又逃不掉。情急之下，高建祥想去摸书柜底下的枪支，陈昌明也看到了枪支，两人拼了命的去够枪，结果手枪被钉子卡住了。正所谓人在做天在看，子弹就这么稀里糊涂的射中了陈昌明的脑袋。事后高建祥来到警局自首，然而上级却认为这些丑闻不该被公之于众，将这件事情压了下来，最终以高建祥的辞职而告终。高建祥也终于有机会好好的将母亲的棺木重新下葬。就在一家人给母亲烧纸钱的时候，一旁玩耍的女儿捡到了一颗假眼，里面藏着一个钥匙芯片。联想起之前卡片的数字，高建祥仿佛知道了什么。他根据卡片上的地址来到金库前，利用钥匙芯片和密码打开了大门。一开灯，高建祥愣住了，整个房间摆满了数不尽的钞票。陈昌明苦寻无果，结果高建祥笑到了最后。影片名叫《破局》，翻拍自韩国犯罪片《走到尽头》，郭富城饰演入局者高建祥，把一个胆小怕事的不良警察演得活灵活现。王千源则饰演设局者陈昌明。自从解救吴先生后，王千源演反派似乎就演上了瘾，这次演的同样是带有变态和神经质色彩的角色，两大影帝魅力出演，让人直呼过瘾。